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i， 来到东京赏樱之旅第2天。昨天带大家到上野恩赐公园赏樱，可惜的是，染井吉叶樱大部分都还没有开花。我想要到4月才会开花的，所以有点失望啊，就是扑空了。所以第2天的行程就稍微做一些改变哦。那昨天我在粉专就PO 了一个都还没开花的资讯啊，就还蛮多网友提供就是还有花的一些地方哦。所以第2天的行程略微改变哦。那今天第一站会是在浅草的隅田公园，这是既定行程。那接下来就会到一些有花的地方。不然赏樱之旅都没有拍到樱花，也挺奇怪的。好，我们就第一站隅田公园开始喽。隅田公园的交通很便利，前方是浅草车站，旁边就是隅田公园喽。或者是说，你也可以搭乘银座线浅草站4号出口，一走出来就是隅田公园了。过马路我们就可以看到隅田公园了啊，这边还有一个水上巴士啊，就是搭船游河，看你要绕一圈，还是直接到丰州或者是台场。一走入公园就可以看到一棵很大的樱花树啊，只是一样还没有开花啊。在右侧有个公厕啊，等等我们就沿着河岸走，希望可以看到一些早开的樱花。你可以看到河道上有行驶的船只哦，就让我想到前几年我就是从台场搭到浅草，那时候还是晚上呢。隅田公园是很好取景的地方哦。有一条河川，视野很开阔，还可以融入铁道、电车以及晴空塔。好像这个画面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电车驶过去，然后樱花绽放着，然后又有晴空塔当做背景，这个照片拍起来一定很漂亮。走着走着，总算看到樱花了。这些应该是比较早开的品种，枝头上已经开始长叶子了。像这个地方就很好取景，请你的朋友站到阶梯上，由下往上拍，你就可以拍出有花又有晴空塔。只是说现在早上是逆光的状态，你拍起来会暗暗的，所以要下午拍是顺光，拍起来就很漂亮哦。我们继续前进，前面这一排也是樱花，所以隅田公园的樱花分布蛮广的。我想走到这边就差不多了，再走下去应该走不完了。我只是走一小部分而已哦。那我觉得这一区的樱花应该是最密集的哦。如果你的旅程是4月上旬到东京的话，我想到时候你会看到到处都是樱花在纷飞的样子哦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返回浅草车站啊，我们下站要去蟹入公园啊，听说那边的樱花就是比较早开的。已经开蛮多的，那我们就过去喽。我们回到浅草车站了，下个景点我们要到蟹入公园，我们要搭到牛田这一站。这附近还有雷门，如果没去过的话，建议去走一走，还可以搭配晴空塔，规划1日游的行程。约20分钟的车程，我们抵达牛田站。车站的对面是京成电铁的京成观屋站。如果你住上野的话，你就直接可以搭过来喽。我们往前走，你会看到对面有个邮局。等等，我们过马路左转，这边一看就是住宅区。昨天很多网友跟我讲说，蟹入公园还很多花，希望到现场
可以看得到。我们看到十字路口，接下来我们要右转。接下来你会看到一座桥，我们要过桥，桥的另一端就是戏路公园。哇，真的有樱花哎，满开的花，沿着河岸都是。啊，有新人在这里拍婚纱哎，虽然枝头上已经开始长叶子哦，但是花还很茂盛，不影响美观。从车站走过来大概就10分钟，然后你可以走到樱花下啊，这边有一片草皮哦，很多人就席地而坐，那坐着吹风看前面的河景哦，啊，甚至有些人就是直接野餐起来了。这一段樱花我差不多走到尽头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还只是走一小段而已哦。过马路那边还有一排的樱花，也就是说，众多的樱花形成一条很长的樱花长廊哦。啊，这一次的赏樱之旅有个交代啦，至少看到樱花也开得这么漂亮哦。但我们今天的行程还没结束哦，我们要回到涩谷啊。听说涩谷那边有很多的街区樱花，那现在我们就过去喽。我跟大家讲一下涩谷的樱花街怎么走。前面那个就是溪口，当你走出来之后呢，往左边看，你就会看到我所在的路桥。总之，你就是会从那边一直绕一大圈，到我这里来。前面这一条就是涩谷樱花街，也是很知名的拍樱花一个点。它只是目前只开几朵而已。而晚上会打灯啊，一打灯的话，拍起来有不一样的氛围哦。要期待4月盛开的样子喽。我在路桥乱晃，意外发现这个点。这条马路两旁樱花盛开着，超多游客在这边拍照的。这条路沿线全都是樱花，不是只有少少的几棵而已，而且都有路桥可以走上去。从上往下拍，我们走上前面的路桥，那边好多游客聚集哦，那边应该也是个很棒的赏花点。下次你们可以用 Google Map 查一下这里哦，你们就知道在哪个地方了。走上来拍是对的，拥有街道、车流以及樱花的元素。所以今天白天的樱花以及夜晚的樱花我都拍到了。这一棵樱花的高度刚好跟路桥差不多，难怪很多游客聚在这边拍它。然后我这次的樱花是以染井吉野樱为主题哦，所以我对于樱花前线有点误会了。它所谓的开花时间，并不是开很多的意思哦，而是1、2朵而已哦。所以经过这次的教训呢，明年4月我一定还会来一次啊。不过至少让我很欣慰的就是今天的戏路公园啊，至少有让我看到樱花，所以这一趟旅程没有留下遗憾啦。那今天的旅程就在这里结束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